Hello， 欢迎收听 Talk Taiwanese Mandarin， 我是 Abby。今天我想要跟你们聊聊台湾民主的历史。很久没有聊台湾的历史了，以前有录1-2集提到一点点台湾的历史，但是还没有很完整的谈过。其实我本来只是想要聊台湾的言论自由，因为4月7号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听众对于台湾的历史可能不太了解，所以就想要先介绍一下这些历史背景，让大家对于台湾过去发生的事有一点概念，这样比较好理解。这一集我们就会聊说台湾怎么从长久以来被殖民，被不同的政权压迫，到后来发展成一个民主国家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台湾为什么今天是这个样子，一定要去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但是以前因为政治的因素，这些历史连大部分的台湾人自己都不知道，直到这10年来才慢慢的被大家知道。那因为我的听众朋友大部分都不是中文母语者，就是在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们，所以我会尽量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讲，让大家可以听得懂。但毕竟要讲这个历史比较复杂，会有一些比较难的词。那我有把这一集的 transcript 放在我的网站，让大家可以去边读边看，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了解我在说什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特别感谢在 Patreon 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赞助，让我可以继续制作节目。特别感谢最近加入的新朋友 Daniel、Jay、Matthias， 欢迎你们的加入。那如果你也想要赞助我的话，可以加入我的 Patreon， link 在 show note。 好，那我们就先从日治时期开始说。日治时期是1895年到1945年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日治时期？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日本打仗输了，就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在这长达50年的日治时期，对台湾的影响当然很大。如果你问我说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那我只能说很复杂，一定有坏的，但也是有好的。我以前在国外曾听到日本朋友或一些外国朋友说日治时期日本对台湾很好，台湾人很感谢日本的统治什么的，听了就让我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种误会，也让我觉得蛮不高兴的。因为殖民者怎么可能会对殖民地的人民有多好？在当时台湾人都被当作次等的，简单来说就是会看不起台湾人，也很不公平。对于在台湾的日本人都会受到比较好的教育，而且在工作上高层的主管也一定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就比较没有表现的机会。而且一开始在日本政府来统治台湾的时候，有不少人民反抗，有不少抗日活动，但都被日本政府很残暴的镇压。所以在那个时候，只要你要反抗，一定是会被关或是被杀死。那日本对于台湾的压迫，特别是对原住民来说影响更大。原住民就是原本就住在台湾的人民，在后来汉人来台湾的时候，原住民已经受到压迫，而在日本人来的时候，原住民就被压迫得更惨。原本自己的母语和文化因为殖民而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渐渐的消失。那使得日本政府虽然很残暴，很不公平，但是对于台湾也有不少贡献。例如说当时普遍人民的教育水准都有提高，那当时也积极的建设台湾，盖了很多很漂亮的建筑物等等。
不过这些建筑物很多后来都被国民党拆掉了。那为什么有些台湾人会觉得日本好，并不是说那时日本对台湾有多好，而是因为后来二战结束，日本输了，台湾就被交给中国管。本来台湾人民是很高兴的哦，想说终于不用再被殖民了，可以回归中国了。那个时候人民很高兴的来迎接国民党，没想到国民党来了，才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原本日治时期的治安非常好，除了因为检察很凶，没有人敢犯罪，还有那个时候台湾人民的素养跟水准都蛮高的，所以犯罪率很低。但是国民党一来，治安就变得很差，常常家里被偷，钱被抢走，而且当时的政府也很贪腐，很腐败，经济就变得更差。原本台湾人民很期待生活可以变好，没想到还变差，这让台湾人民非常的失望，对政府越来越不满。而且以前替日本政府工作的人，去过日本留学，在日治时期的台湾精英都被国民党盯上，就是被政府长期的监视，后来更遭到杀害。而且国民党来台湾1年后就禁止了日文的报纸，这让长期受日文教育的台湾人忽然就变成文盲，看不懂报纸，这对当时的人打击非常的大，要赶快重新学一个语言。所以这些种种的事情，因为对国民党的失望，后来才会很多台湾人觉得跟国民党比起来日本还比较好，虽然两个都很凶暴，都很恐怖，但是日治时期至少有秩序，治安比较好。这就是当时台湾人复杂的心情。那时台湾人的自我认同也非常复杂，就会觉得说自己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因为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日本说你是日本人，但就算那时台湾人把名字改成日本的名字，而且会说流利的日文，也受了高等教育，但是日本也不会真的把他当成日本人，他们还是看不起台湾人。而那个时候的台湾人如果去中国发展，也不敢说自己是从台湾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很讨厌日本，他们会觉得你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所以说自己是台湾来的会有生命危险。然后后来国民党来了，人民以为终于可以当中国人了，但很快就发现国民党根本只是把台湾当成一个殖民地。因为国民党来台不久后，在1947年就发生了228事件。228事件其实非常的复杂，大部分的人以为228事件就是警察跟人民发生冲突，然后警察随便对无辜的人民开枪，引发全台大规模的抗议。他讲的好像就只是一个意外的事件，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国民党借这个事件大量杀人，所以是一场大屠杀，没有经过任何的审判，只要他觉得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走，直接被杀了。而且一开始人民在抗议的时候，那时的政府领导人就说我会听你们的声音，不会对参加抗议的人怎么样。但同时他却向中国请兵，就是请他们派更多军人更多士兵来镇压人民。其中大部分的人民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就莫名其妙被抓走，然后被杀掉了。受害者中有大人有小孩，有男生有女生，各行各业什么都有。这些人之中有很多人是精英跟知识分子，就是在日治时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台湾人，像是律师，还有法官，有检察官，医生，老师，艺术家等等。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然后也会说华语，所以就想要代表人民去跟国民党沟通，希望可以达成和平的协议。结果没想到都被国民党杀掉了，其中很多人到现在还找不到尸体，就是好好一个人就忽然
被带走，然后就不见了。整个事件的死亡人数跟受害者不明，也就是说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掉，大概至少1-2万人以上。其中有一位受害者叫做陈澄波，他是一位画家，我以前有做过一集讲他的故事，想听的人可以去听第27集 EP27。If you want to read stories in Chinese about Taiwan, check out my Great Readers. My new release, Liao Tianding, is based on a true story of a hero fighting injustice during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It only uses 500 unique characters. My level 1, Hu Gu Bo, the Tiger Aunt, only uses 300 unique characters. It's a folktale about a man-eating tiger and some brave kids who fight back.To find out more, go to talktaiwanesemandarin.com/books. Also, the link is in the show note. 那悲剧还不止这样，228让当时的台湾人对国民党非常的失望，也很害怕。过了不久，国民党就在1949年实施戒严，而且是长达38年的戒严。戒严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严格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人民不能随意谈论政治，只能说国民党的好话。如果批评政府或是只是偷偷的抱怨政府，只要被发现就会立刻被抓走。而且政府鼓励人民互相举报，就是你发现身边有人在偷骂政府，你就赶快去跟警察报告，那个人可能隔天就被抓走，就从此不见。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恐怖，大家都不敢随便乱讲话，也不信任别人。那个时期就叫做白色恐怖。所以在才刚经过228事件这么一个巨大的屠杀，受害者的家属都还很害怕，很悲伤，结果就来一个白色恐怖，大家也不能谈论228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也担心小孩、家人、亲朋好友就是可能也会被抓走，所以大家都不敢谈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长达38年的时间。当初国民党是在中国的国共内战输了之后逃来台湾，而且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反攻大陆，就是他们希望可以打回去中国，打倒共产党什么的。虽然现在感觉怎么可能，不过那个时候他们是这样希望的，所以他们就禁止很多西方思想的书，特别是跟左派有关的，因为他们觉得你读左派的东西，你就是支持共产党，你就是想要造反，就算你只是不小心读一下，就会立刻被抓去关。很多人其实什么也没做，但是只要有人举报你，你就会被抓走。被抓走之后，就会被关起来跟刑求。刑求就是虐待这些人，可能会揍他们，不让他们睡觉，逼他们说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什么也没做，但是被这样刑求，身心受到很大的痛苦，就会只好认罪了。所以有很多人都是无辜的。这些受害者之中什么人都有，除了已经住在台湾很久的台湾人，也有快一半的受害者是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外省人。所以其实不管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很多都受到杀害，那也有很多原住民，甚至只是来台湾留学的外国人都有。那从228事件和白色恐怖，我们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台湾进行殖民的手段，就是先杀掉一大批人，包括一大批精英，在对人民洗脑。因为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在说国民党多棒，称赞国民党，而且这些历史也从来不会在课本上出现，就算有也只是随便带过。所以大部分台湾人对这段历史都不了解，除非你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但是因为很多人怕会有什么事情也都不敢说，直到最近几年，也许5到10年才
慢慢的出现在课本上。那这个白色恐怖长达38年，一直到1987年才解严。很多人在这个期间就移民到国外了，毕竟白色恐怖时期的国民党这么恐怖，如果你有能力有钱，那当然赶快移民。但是有一群人是想回台湾，但是回不来，因为当时有很多台湾人到国外去留学，大部分是去美国。那在自由的美国就可以自由的聊政治，参加运动。而当时国民党派了很多人去调查这些学生，要是发现他们有在谈论政治或是参加学生运动，特别是支持民主的话，国民党就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也就是说，国民党不让这些黑名单的人回来台湾，要是他们回来，就很有可能会立刻被抓去关，或者是被杀死。所以这些人几十年来都没有办法回家，也看不到家人。好，因为这段历史太漫长了，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会继续来讲在解严前的一些事件，还有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解严的，这之间发生了很多事，还有解严后台湾真的就自由了吗？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所以请大家下集记得再回来听哦。那之后我会做一个 playlist， 就是把我刚刚说的这些事件历史有关的歌都放进去，大家可以去听。那我要特别推荐闪灵乐团的黄军。黄军这首歌其实他的歌词是在描写说，日治时期代表日本去打仗的台湾原住民，他们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因为他们明明就是原住民，那台湾的原住民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有10几20个不同的族群，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可是他们却要为日本去打仗，就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很多人就这样战死在战场，然后回不来。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闪灵的，叫做木城武德殿。这首歌我非常推荐你去看它的 MV， 就是 music video。 他在讲的就是228事件，那时也有很多台湾人被日本逼着去打仗，那好不容易平安回来，这都是非常少数，很多人都死了，但是好不容易回来，然后迎接国民党，那没想到有一天忽然莫名其妙被抓走，就死掉失踪，然后妻子可能连他的尸体都找不到的故事。这2首歌都是台语，闪灵的歌词其实蛮难懂的，需要对台湾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歌词要用台语去读。但是如果你点去那个影片看，通常下面的 comment 有人会放一些中文翻译或是英文翻译，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要推荐一首歌是伍佰的空袭警报。这首歌非常的酷，它是在讲说二战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是属于日本的，然后那个时候常常会有空袭，就是美军对台湾轰炸，造成很多人受伤或是死亡。但这段历史其实也很少台湾人知道。然后我要再特别介绍一首歌，是文夏的《黄昏的故乡》，黄昏的故乡。这首歌是在1960年改编自一首日文歌，由文夏改写成台语的歌词。这首歌就是在讲说人身在异乡思念故乡的心情。在海外的台湾人，特别是我刚刚提到被列为黑名单的人，回不了台湾的人，听了应该都会痛哭。这首歌我以前常听我爸在听，他很喜欢文夏，那个时候听的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了解台湾的历史后再去听，哇，听了就非常的感动，光是听到前面2句歌词我就哭了。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禁歌，被国民党禁止的歌，虽然被禁止了，但是还是可以流传到现在，真的是一首经典的好歌。
所以大家可以去听我做的 playlist。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上面留下5颗星 5-star rating， 然后帮我把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听到有外国朋友想要了解台湾的历史，就直接把这一集丢给他吧。如果想要支持我做节目的话，可以到 Ko-fi 请我喝杯咖啡，加入我的 Patreon， 上面可以下载到每一集的 transcript。 而且我最近有出新的 Chinese Grade Readers， 如果你想要学习读中文故事的话，就到 talktaiwanesemandarin.com 去看看吧。最后谢谢你的收听，别忘了下次要回来听下集哦。这2集我做得非常的辛苦，查了很多资料，去了很多博物馆，花了很久的时间写稿，所以大家一定要回来听哦。拜拜。